三角进攻是篮球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进攻体系之一。该战术最早由教练萨姆巴里提出，后经泰克斯温特系统化整理，再由菲尔杰克逊作为主教练发扬光大。温特曾长期担任杰克逊的首席助教，他们将这套战术先后带入了芝加哥公牛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共同帮助球队赢得了11座 NBA 总冠军奖杯，使其闻名于世。三角进攻的核心理念并不是依靠某一个球员不断持球创造机会，而是通过场上5名球员之间的站位和配合，创造出良好的空间和进攻选择。很多人认为三角进攻就是在球场一侧摆出一个三角形，然后让球员围绕这个三角形进行进攻。但实际上，三角进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套路，而是一套强调空间、阅读防守和团队配合的进攻体系。它的核心理念只有一句话：Read and React， 阅读防守并根据防守做出反应。我们先从三角进攻中最具威胁的内线低位说起，并由此引出部署线这一核心的概念。部署线是一条假想线，它连接着持球前锋、内线中锋、防守中锋的球员以及篮筐。只要中锋卡在部署线上，防守者为了保持标准站位，就不得不位于中锋和篮筐之间，即中锋的身后。这样一来，前锋便可以将球轻松地传给中锋，而一旦防守者试图阻止这种轻松传球，他就必须绕到中锋的身前进行绕前防守。此时，由于防守者不再与中锋和篮筐处于同一线上，中锋便可迅速转向防守者空出的另一侧腰位接球。中锋在低位接球后，既可以直接投篮，也可以根据场上局势将球分给处于空位有助于进攻的队友。说完了部署线这个概念后，我们来说一下建立进攻三角以及三角进攻的几种进攻方式。顾名思义，建立进攻三角就是在球场一侧形成一个由3名球员组成的三角形。通常情况下，这个三角由低位中锋、侧翼前锋以及底角球员组成，而另外2名球员则分布在弱侧，通过无球移动、掩护以及切入，保持整个进攻体系的流动性。我再举几种建立三角进攻阵型的方式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外切，控球队员1从正面向限制区运球，将球传给边锋3，并从其外侧切到底角，与队员5和3建立一个三角的阵型。向篮下切入，队员1将球传给3后切到篮下，然后从队员5的身边摆脱后移动到底角。侧翼运球进攻，队员1朝3运球，暗示3向篮下移动，然后3再移动到底角，同时5移动到高位，2到球场中路，然后4向限制区切入到中锋的位置，5切向弱侧到侧翼与4换位。弱侧后卫落位，队员1传球给3，位于弱侧的后卫2可以采用2种方式移动到底角，经篮下快速切入，或者利用边锋4所做的后掩护摆脱切入。大进攻三角是指以高大内线的队员为顶点的进攻三角形态，其建立方式为由一名具有出色内线进攻技术和强大策应能力的高大队员落位于罚球线的腰部，作为该进攻三角的顶点，然后由控球后卫传球给小前锋，再从里侧或外侧切入到底角，形成以高大内线进攻队员为三角顶点的进攻三角。除此之外，控球后卫还可以运球到小前锋的位置，小前锋移动到底角，同样可以形成一个以高大内线进攻队员为三角顶点的进攻三角。三角进攻战术的核心功能在于充分发挥内线进攻的优势，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在形成对位优势的情况下，通过篮下强攻直接得分。其二，
当这种优势因对手包夹等原因被削弱时，进攻方可以借此迫使防守收缩，从而为外线球员创造更好的远投机会。贝尔杰克逊的三角进攻具有显著的移动特征，其中相当一部分进攻三角是在动态跑位中形成的。其建立方式如下：首先，在球场的某一侧预先设定好进攻三角的2个底角，随后将潜伏在另一侧的高大内线队员通过有掩护的跑动摆脱防守，移动至顶点位置，从而形成移动三角。显然，这种在移动中构建的三角能够让内线进攻队员更顺畅地接球进攻，也便于其策应分球，因此其整体进攻效率通常高于其他形式的三角进攻。不过，这种移动三角的构建难度也远大于一般的三角进攻战术。当进攻阵容在三角进攻战术移动过程中实现内外线换位后，往往出现在内线小个队员1对1的进攻时机。注意，这里的小个队员是打引号的哦。而有计划的创造小个队员利用中锋技术动作进行内线强攻的整体进攻战术打法，是三角进攻战术外线内打的重要攻击方式。这种进攻方式实现于杰克逊三角进攻战术。杰克逊运用这种战术，创造了迈克尔·乔丹利用运球转身后仰跳投的各种名场面，造就了公牛队第2次夺得 NBA 3连冠。这种进攻方式囊括了三角进攻战术所有内攻外联、内外结合的进攻形式，而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三角进攻的顶点换成了小个队员，以小个队员担当内线强攻、策应助攻的战术中枢。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刻，让第一主力承担最重要的攻击责任。杰克逊说过，乔丹就像一个银行，想什么时候取钱就什么时候取钱。意思是说，乔丹总能在杰克逊想让他发挥作用的时候得分，往狂澜于既倒。同样的战术逻辑，后来在科比·布莱恩特身上得到了延续与升华。在杰克逊执掌湖人期间，科比同样被频繁置于三角进攻顶点位置，在距离篮筐最近的区域承担了攻坚重任。无论是背身接球后的翻身跳投，还是面对包夹时的策应分球，科比都以小个队员的身份出色完成了内线强攻与战术中枢的双重职能。正是这种外线内打的战术安排，让科比在关键时刻屡屡接管比赛，也成为湖人队在本世纪初完成3连冠伟业的重要战术基石。从乔丹到科比，杰克逊用同一种战术内核，在不同时代、不同阵容中反复验证了小个顶点模式的巨大威力。